高楼耸立，鳞次栉比。贵阳有着一线城市般的繁忙外表，内里却装着万千风味，藏匿于街头巷尾，抚慰着每一个贵阳人的灵魂。要问贵阳人最好吃的是什么，那多半没有统一答案。烤豆腐、安顺春卷、炸串、小签烤肉等等。反正我们就是贪吃，我的饭不是一天吃出来的。不过，要问这些美味的坐标，贵阳人则会出奇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地方，那些咔咔角角里的路边摊。吃路边摊要有氛围一点嘛，情趣。你很放松啊，就在路边，你讲话多大声，你就互不打扰嘛。所以有时候人头上穿个睡衣就下来吃了，吃了之后又回家睡觉，回家一样。就是神仙角落。就是你坐在这儿，你看这边车在走，然后人在走，就各式各样的人，然后有的人在打喷嚏，有人带小孩，下雨了有人在这跑，就觉得哎，还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。就在路边摊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整个贵阳都是我的。这就是贵阳的特色，这就是贵阳。要说贵阳小吃的头牌，那必是洋芋。贵阳的特色小吃啊，就是洋芋啊，炸土豆，这么炸洋芋好吃得很。因为贵州人吃土豆跟吃米饭一样的，因为贵州人才能做得出这个味道。也不是我吃你文化，这个是贵州黑胡子文化。贵州最好吃的，配上我这个荔枝辣椒面，真的是一绝。如果还要找个能在洋芋丝之上的美味，大概只有洋芋自己的进化版——洋芋粑粑。市中心的正新街亦是贵阳城市夹缝中的小吃街巷，此处的小吃产业堪称一片红海，高手如云。要论名气与口味，这位外露霸气的于娘娘，靠着自己的手艺脱颖而出。每日10点准时出摊，支摊、热油、备料，每一步都成竹在胸，靠的便是对洋芋这一品类的产品升级。模具压实的洋芋粑进入热油的怀抱，表面噼里啪啦逐渐变成金黄，油炸碳水的香气质朴而有力，击穿了其他摊位叫卖的封锁线，吸引着食客接踵而至。那边就在将洋芋粑升级到外酥内软只是第一步。洋芋粑压扁，顺势加入新鲜的韭菜，在热油2次烹炸，洋芋与韭菜的香气彼此交融，清香中透着浓郁。哎，别急着下口，千万别忽视了娘娘特供的客制化服务。一般的时候都是加点这个洋芋粑，我给你炸得脆，所以你加的时候呢，我建议你不加汤。酸萝卜泡的时候我这样泡的，酸甜的。这种辣椒粗的不辣，要香一点；吃细的时候辣椒辣一点。但是根据你口味，你可以加点甜酱。暗黑小清新的酱泡折耳根，搭配酸萝卜，清新提味又解腻，再用隐藏 MVP 甜酱沾上永恒经典的双辣椒面，粗细融合，层次分明。这才是老饕心里洋芋粑粑的限定正确吃法。清甜的蘸水作伴，软糯的内里也更显绵密香甜。它用的是那种猪油炸的，猪油就特别香，然后还有这个韭菜，它酱料也挺好的，包括它的那个萝卜，就单独吃都好吃。我的路边摊比那个店里面的还要好吃。我应该至少3天会吃1次的，至少他家的话做的好吃，我就吃到哪家好吃了，我就不喜欢换了。吃了几年了，早猜到哪家吃。都是老顾客，这是天天来吃的。
于娘娘深耕巷口洋芋技术7、8年，吃脆的嘛嫩的。还要数午间与饱腹感相关的生意最为热烈，一人之力难敌门庭若市，儿子也要不时来帮老妈救急救火。筷子要不要？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些像街边小吃好吃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局限于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，它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亲手来做的。打个比方，像我们这个洋芋粑的话，它是用一个木棍蒸好以后，一棍一棍这样捣，然后捣得很碎，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，口感就会比较糯。洋芋在水分的加持下反复锤炼，使得淀粉分子充分糊化，形成链状甚至分支状的结构。原本略带沙口的洋芋颗粒变成了粘性十足的软糯巴巴，再配上盐巴做底味，最大化保留了洋芋的原始风味。以瓶盖压制成型，这便是于娘娘多年来经营路边摊的智慧。好多3个月哦，没变，没变。工序繁琐辛苦，但多年来，于娘娘一直坚持3元一份，对得起来客，安逸了自己。对街头巷尾的美食，这个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你说要登大雅之堂，这个其实也不算差。味道正了嘛。一份热气满料的现炸洋芋粑，留住了楼宇间的匆匆过客。3元的售价，扎实的口感，让烟雨微凉的街头被温度包裹，让食客一瞬间忘了加班和报告、压力与辛劳，独留满是烟火香气的儿时味道。贵阳人爱吃会吃，更是突出一个随性，见了就饿，饿了就吃，尤其是见到那街边炙烤的手撕豆腐。做起来呀？做仔嘛，做仔，烤洋芋、烤鸡蛋，几种品种了嘛。那么但是吃的话呢，主要还是以豆腐为主。大方石头不就是我们贵州的特产，是用着黄豆熬成浆来做的呀。它的特点就是有嚼劲啊。来自贵州毕节大方县的手撕豆腐，堪称贵州的省队代表。最经典的版本当属曾经的扁担烤豆腐，但如若能在街上遇见这种炭火现烤的小摊儿，也绝对值得坐下，让娘娘为你烤上几片。经炭火烤到表面鼓起一个个口感酥脆的小气泡，两面金黄，外皮劲道，内里细嫩。在印度人有手抓饭，我们贵州人就手撕豆腐。轻轻撕开，让热气流出，蘸上蘸料，花椒、辣椒做底，细细咀嚼，层次分明的口感和味道，或者温度一下灌入心底。吃手撕豆腐就是一定要用手像那样子撕成一小块小块的，然后去体验这种豆腐的软糯和辣椒的香味。这是人间美食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再吃哈。一星期吃8天还不过瘾。我一个是离得比较近，第二点平时嘴巴有点馋。大概有一个13、14年了，08年开始背，味道好美，就出名了嘛。小小的铺面，却引得不少老贵阳打车至此，就为了尝一口这贵阳小吃界的活化石。不同职业的客人坐在一起，炙热的铁网将彼此相连，合力减缓了这些小摊消失的速率。拜拜。贵阳到了晚上，螺丝便要遭殃。要说贵阳街边的夜宵排行榜，那胡子螺丝必然榜上有名。我是第一个吃螺丝的人，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老爷子一抬手便是老江湖了，开摊30年，手下3口锅，靠一份辣炒螺丝在贵阳问道称雄。炒螺丝没人敢说第一，我就是第一，就是这么霸气。
但就是有后浪不服这些老江湖。波仔的店突出一个巧劲儿，2个细长门面，将12平米，其中装着整间餐厅。而妙手在于区位选取，独占附近居民的必经路口，保障了稳定的客流。我全名是李兆波，江湖人称啊，波仔老师。个人认为的美味就是说10个人吃啊，8个人说好吃。辣辣的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都挺好吃，爽得很，味道挺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好吃得很，我觉得真的。4个灶眼轮番点燃，各式菜品花样繁多，堂食加外卖，餐饮赛道全覆盖了。当时我们开的时候就是这条街了嘛，开了7、8家，也是卖螺丝的，最后存活下来就是我们家。来慢走啊哥！啊，这是他们家开吃到现在，老食客都管他叫波哥嘛。他媳妇比他有名嘛，他媳妇是掌勺大厨。看到他们家那个主厨特别有特色哈，离那个灶台还要下面垫一个小凳子才能够到。他小小的身体端起了大大的锅。但是他的双手做出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李大宝，把这台上哎哟！李大宝，快点做事情，半天都不来，真的是。但老子知道他反正脾气很大，老板也属于那种妻管严嘛，那种耙耳朵。李大宝，搞快点嘛！天天都皮说哎，搞快点！我要得。和他小小的身体形成强烈反差的就是那个另外一个老板哈，胖胖的，很有喜感。波仔名声在，其实幕后的炒螺高人则另有其人。波仔的妻子堪称螺丝女王，也是店里真正的掌门人。螺丝女王嘛，配不上这个名号。我不会炒菜的，我只会炒我卖的这些，因为我喜欢吃的，我就喜欢去学了嘛。然后有的客人说少点什么味道呀，我们就加点，反正积累起来的嘛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种味道。沉迷梭螺丝的妻子10年前便自学了各式制螺技法，如今娇小的老板娘站在齐腰的炉灶前翻炒，给这间小店炒出了丁螺、小螺丝、小龙虾等多个招牌。门面虽小，每天上百斤螺丝经女王调兵遣将，花螺凉拌、小螺爆炒，花样登场。但要说最得力的干将，还得是手下这锅秘制酱料。大火宽油，大蒜、姜片等湿香料率先入锅炸干，再将备好的花椒、辣椒、茴香等干香料混合爆香，一勺拌酱做底味，料酒生抽更是豪放。最后用13香和盐糖做一些细节雕琢，一瓶啤酒收尾所有的操作。底料备好，螺丝女王的御前3大将即将出场。炒小螺最为经典，个头虽小，但肉质足够上头，齿间碰撞，口有余香。田螺则是分量担当，饱满肉质，吸满汤汁。丁螺是新晋顶流，长条身形，蕴含更多汤汁，肉质更为弹脆鲜辣。随着夜幕降临，食客们便跟随着香气寻觅起灵魂的慰藉。又辣又香，
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家这个丁螺，那有些地方就把这个丁螺叫做梭螺。好，我就已经吃到肉了。这是我们贵州的大田螺，加上我们夏天的贵阳人的老啤酒，特别的舒服。路边摊就是这种夏天，你吹着这个凉风，然后吃着这些烧烤，旁边就坐着其他吃烧烤的人，是吧？然后你就大喊一声“老板来瓶啤酒”之类的，就会比较有情绪一点。月下街头，觥筹交错，侧耳倾听是友人的欢笑，用嘴一嗦，满口香辣不断萦绕。大概这便是路边摊的快乐所在。路边摊唯独难敌的是天气，天要下雨，店要关门，唯有一家小摊儿能顶着风雨沉着接客。我说今天下雨没好人的嘞，你妈还有中了嘞？是的。人哪里有客人？来他家你永远不要路过，说是路过看看他家有没有人在这坐起啊。这里一个人都没坐起，那边框框全部排起来。这家不起眼的小摊儿却有着离谱的好生意，不预约只有等的份儿，至于等多久，全看前面排的框有多少个。喂，现在你要排的话，排12号嘞。好嘞，到时候考到你我打你电话嘛哈。东西你要排队呀，你排15号。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泰国的排队，泰国不是喜欢拿拖鞋排队，这个就是他家的特色。我只要一讲用框框排队的烧烤，就莽叔叔烧烤。叫莽就胖的意思，就很可爱嘛，这种称呼。这位便是莽叔叔，也是莽叔叔烧烤的老板兼代言人。不过这代言似乎有些过于当红，将真正的技术力藏在了身后。啊，莽叔嘛，他比较有特点喽，他莽哦。其实是我在给他们烤。当然是他烤的，他是打下手的。如果换叔叔烤的话，就不是这个味道。我觉得这个味道的秘诀全是阿姨做的。没有烟的烧烤没有灵魂，是我的灵魂啊！我的灵魂就是味道。莽叔叔烧烤是贵阳老烧烤的代表，竹签木炭，荤素搭配，无需招牌，无需门面，生意却火爆全年，未曾停歇。阿姨的神秘酱料是生意红火的关键。这个不拍，这个一拍了，谁都知道我是放了什么东西。神秘到这20多年的经营技法，连莽叔叔都没学到。太好吃了！如果街边有米其林1星的话，我觉得他家是，在我心里面，不同种类的菜，它的火候都把握得刚刚好。4大样嘛，肉串、鸡架、豆腐、馒头。听到是声音吗？你知道吃到一个喜欢的东西给你带来的那种心理的愉悦感吗？有一个女孩，她来我们家这吃了以后。边吃边跳边哭，激动了。他说太好吃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一个男孩，他也在这跳。我就给他讲，有个女孩也是这样跳，她是我家姐。他说她是他家姐。我说真的是两姊妹哦。还没到吗？没有，你还大都没烤了嘛？他的都还没烤。现在排队的有10个人呢。吃串的规矩很简单，排队。其中的王牌产品更是要提前排队。肉串最难订啊，必须得中午就得预定。今天我们都只得了20串肉嘛，多的喊老板拿一点给我们都不给。不行，我们是川河东那个卖完就算，他们每个人打电话那个你20、30串，最多不能超过50串。所谓王牌，便是每人限量供应的镇摊之宝——猪肉小串。
每日清晨，莽叔叔便会去市场挑选食材。这两个肉好点，油脂看着比较光滑。只有现杀的精选里脊方能入眼，含水较少，油脂偏多，肉质细嫩，是莽叔叔的唯一选择。里脊均匀切成3毫米不到的肉片，一根竹签3片肉，每片大小相同，距离相等。此等精细活，依靠的却是店里的代言人莽叔叔。每天600串上下，一穿就是4、5个小时。这要是不限量，莽叔叔迟早要穿成莽哭哭。轮到关键技术，还得阿姨登场。小串上架前，还要放入淀粉汤汁里浸泡，一层薄芡包裹，让肉质的水分留存，内里保持细嫩。刷上菜籽油，躲开明火，文火慢烤。随着表皮焦化，内里的油脂也化作液态，和肉汁一同封在其中。均匀涂满秘制酱料，附着后撒上辣椒芝麻，最后一小撮小葱收尾离火，让余温将葱香烘出，也让余温留存的那几分钟成了最关键的赏味时间。你先看它的量吧，像这种肉串，我觉得这个也抵贵阳其他家的4串了吧。然后肉也特别新鲜，然后烤出来你不会觉得肉像刮不下芡芡那种感觉，他家肉就不会，就特别嫩，就吃起就特别舒服。好，慢走啊，你们。我已经站不起了，高凳子坐起，还有8分没烤。每天收完摊都2点过，回去再洗一洗，3点过4点钟再睡觉。坚持就是胜利。坚持就是胜利，这是阿姨一直念叨的道理。莽叔叔17岁退伍进入工厂，可随着结婚生子，家里开销加重，2人合计过后，方才开启了烧烤小摊生涯。当年叔叔每天都要在上班前备好1天的食材，交由阿姨在下午5点出摊，一直忙到半夜3点。就这样早起晚归，夫妻的人生路也走完了一半。直到近几年才有机会在周日周一勉强休息，住进了新房，享受起生活。种花嘛，就想不了多少事了嘛，就看看自己的花，就心情就要好多，解除疲劳的。一看到那些排了几10个，头都大了，烤的简直是我都不烤了，干脆不烤了，回家算了。但是不可能吧？吃的人很多都强烈要求，阿姨你不做，我们实在找不了吃的，就等我这个味道。我最喜欢听别人说，阿姨你家这烧烤太好吃了，我有一种满足感。如今改善生活的压力不在，守护这份味道的责任却愈发重大。火炉之上，街巷之间的共同回忆，也让阿姨换来弟弟和弟媳来一同守护。读几年级了娃？还在大班。你们都成家了？是嘛？我们从芒哥现在做到芒1了。还有那个面馒头，有2条嘛。我多大的时候吃啊？和这车差不多一样高的时候，大概5、6岁。现在我女儿都5、6岁了。小的时候，我原来的时候，我爸妈特别爱打麻将，
然后的时候晚上他们就不要我去闹他们，然后就每天给我90几年的时候就每天给我20块钱，然后我就来吃他家。所以以前我有200多斤。它好吃的有点多，就是我个人最传统的一种豆腐皮。然后这个有诀窍的，这个豆腐你一定要是这样看，就这样看这个斜面哪一个最厚，烤出来的那个肉感最好。阿姨教的。一般他们经常来吃的，我都会给他们讲挑厚的，它炸的嫩的就烤出来好吃。猪肉小串是自创招牌，豆皮则是贵阳经典。豆皮在炙烤下变得内里柔韧，边沿焦脆，调料和文火加持下慢慢入味。最后一把贵阳人最爱的折耳根和香葱收尾，让苦忍许久的食客终得满足。不资深的人不知道，得守在这里吃。就是你从这里走到那边去摆好什么东西，时间都过了。热的时候，刚出锅的时候特别好吃，略略的烫那个舌头的感觉。可以少吃一点吗？你不要少怕你还要减肥呢。那太好吃了怎么办呢？关键是他家烧烤365天，天天来都是一个味儿，不会变的。尤其10多年，尤其是我家背后就吃了很久，3代人了。曾经是迫不得已的讨生活，如今却用味道串起了邻里街巷共同的生活。炉下火星点点，烙印着旧邻老友的共同回忆。慢走哈。我是每天是7点起床做生意，跟他忙。我的工作时间也长，只是说相比啦，没得我老婆累。里面如果同时4个火开机啊，里面温度可以达到将近50。有很多客人说，你家做的是宵夜吗？怎么1点过钟来就没有了哈？本身我炒的东西比较多嘛，晚上收摊晚了嘛，然后第2天又起不来做生意，所以我都是保持每天的量，然后卖完我就收摊了。夜晚的路边摊是食客的安乐窝，也是夫妻俩的前线。常年1线辛劳，也曾给夫妻俩的生活沉重一击。有几年我得个突发痨感，然后当时我半边瘫痪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说话，连水都喝不到，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。反正当时很恼火，我觉得不行了，然后就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嘛。几乎当时整个家庭都要崩溃。我就是说我爹我妈还有2个娃娃还有老婆，我如果我真的倒了的话，我所有的重担全部就会压到我老婆身上。这10年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，最幸运的就是找到我老婆，这真的是最幸运的。现在想一下还是挺好的，反正人没事嘛。你们吃2个，打包是8个油盐。我妈妈炒饭的，我爸爸烧菜的。每天的人太多了，也好也不好。好的话是能赚更多的钱，不好是太累了。吃不？把这端过去啊。独木难支，好在同舟共济。夫妻俩走过了人生最难的路程，走到了富足美好的站台，如今又走向了子女相依相知的安乐未来。未来啊，我老公说叫我坚持到那个50岁退休，我说我50岁怕不可能哦，那个时候锅铲都拿不动了哈。我觉得能把孩子弄到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我其实我读初中时候就开始在那边送去，现在读大学了。因为我那时候我都还没有结婚，然后现在我有2个小孩了。我打份下情，暂时打份下情，你们查。感谢哈。老板你太热情了。我们太热，皮姐赶过来，老说采访的非常。你从皮姐赶过来。是。好，一会儿我搞个电脑请你说哈，马上。我也没想过把店做到好大，我就是说，我能够把这个店做好，在10年、20年以后，大家都晓得还有包仔，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。不用
的小摊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老城区、老居民区的一些巷子里，很多是从很早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，基本上起步很多10多年的那种摊子，然后一直摆到现在的。这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种萝卜，18年了。我睡觉开了22年，也算是老店了嘛，20多年了。因为我们家就是所以说都是后街村的店名，忘不了水饺。我们做着烧烤做40年哦，68哦。呀，你好年轻！哎，我是贵阳市最帅的一个老帅哥。必须是。路边摊你说难的话，其实难在哪些地方呢？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活动的，你并不是像店面一样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。还有一个就是下雨刮风大太阳，你都得硬顶，这没有办法。然后其实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，这包括我自己，说实话。贵阳，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，高楼灯火交错相依。在楼宇之下，小摊小贩们奔走劳作，食品质朴，名字随意，味道却独一无二，简单真诚。就像灶台之后承载的家庭故事，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，却能饱含生命力地破土而出，成长为一缕缕大街小巷间的烟火，让街边也有了熟悉的生活的温度。堪称赛博朋克3次元总部的山城重庆，突出一个大开大合。而万州作为重庆第2大城区，则要比重庆更具粗犷山性。整座城市依山而立，长江穿城而过，阡陌交通，坡坎沟连。若要进城去，则避不开这坎梯街巷，更跑不脱这坎梯缝隙间的山城烟火。偏石板巷连接着旧城与新城，顺阶梯上下，剃头的、修表的、茶馆、面馆、麻将馆，都是旧城老巷里的市井生活。位于巷子与偏石板坡交汇的小平坝，上下远离马路数百级台阶，也就成为了巷子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这里也隐匿着许多万州人童年的味道。偏石板洋芋，小摊没有招牌，只因这特殊的地名而被大家叫做偏石板洋芋。摊主郎婆婆已在此守了30年。那个洋芋，你放个糖醋麻辣呀？麻辣。调味更是简单家常，盐巴、味精、半勺醋、小葱、海椒。万州街边的至臻经典麻辣洋芋丝便调配完成。麻辣鲜香，味道好，回味无穷，其他还想再来吃。它那个酱好吃。地道的小吃吧，也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要是卖到那么多年噻，开始还是卖洋芋坨坨，啊，卖啊卖的才的开始卖的那个条条。小摊的品种不多，主打3样。洋芋丝最为经典，大油爆熟，干香酥脆。米豆腐则外壳金黄，内里软嫩。炸豆腐外表疏松多孔，趁热吸满汤汁，再配上郎婆婆那历经时间检阅的调料，组成香辣、麻辣、甜辣、糖醋麻辣4种口味，12种口味组合搭配，组成了偏石板上30余年的回味。你变到别个还来吃哟。
味变都是那些味儿。羊肉是你们吃的打出去。为什么是上面都没有回来？这就是许多人心中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也是坎梯间最难以忘怀的滋味。作为山城，美食索引第一个是火锅，第二个多是小面。作为和火锅齐名的小吃选择，不仅面条种类繁多，配料更是五花八门。不过在万州，则有一款清凉特供才是里面的首选。无论到没到吃饭时间，都值得来一碗万州凉面。要想吃到地道的万州凉面，走街串巷则要仔细盯好，不然一个转弯便会错过那经典的冉凉面。万州区得名有24年，老冉的店开了却近30年，所谓工艺技巧早已打磨得千人一味。凉面要选碱面，煮过后口感微蓬松软，再抹上一缕菜籽油，瞬间挂上那诱人的金黄色。煮完后的面条降温亦是关键，控制温度靠风扇，拿捏面条则要靠胆。一天可能天气好的话一天可能有个60-70斤面，夏天的话只担到个20-30斤面。我们那个做生意要看天气说，如果天气不好的话，就用不着担那么多面。通过反复的拎起、抖动、翻拌，面条在干燥的环境中迅速冷却，继而根根分明、柔韧软弹。不过如此技法，搞得老冉也没法提前备货，只能每天现点现做。啊，我都卖到28年了，都是些老顾客噻。我们原来在这儿做，经常在这儿吃啊，把这个看没有？烟火味儿很浓。常在巷子里的美食。给我打3碗那个。打3碗凉面手，芥末还嚼吧？嚼。还有烧黄椒。酱汁是面的灵魂，一碗标准的凉面以绿豆芽打底，配以酱油、醋、香油、麻油、葱花、辣椒、白糖，听起来都是常规配置，老板手下独特的配比却造就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味觉体验。而最关键的则是最后那一勺黄芥末，也是万州凉面打响名号的关键。面条充分搅拌，芥末均匀裹在表面，一口下去，辛辣酸香直冲脑壳。其他面食最多勾出口水，万州凉面直接飙出眼泪。有点冲，但是又不是很冲鼻子，只是刚好有点那种芥末的味道，但是又没有冲过鼻子。加了芥末之后就很有特色，就和我在其他地方吃到的不一样。是我们万州的品牌。关于自家芥末的味道，冉老板甚是自信，毕竟这是历经2代人市场考验的经验秘方。芥末是芥菜类蔬菜的种子研磨而成，在万州尤为盛行的一种调料。冉老板的独特秘诀，则是选用芥菜籽的表亲油菜籽发酵而成。这种它都是属于要冲不冲的那种，都是微冲。搭配辣椒与椒麻，酸甜麻辣，冲得人泫然欲泪。这也是无数食客心里最浓郁的万州味道。
它这种辣也是就带一点点辣味，但不是特别辣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吃到这个带有芥末的凉面。不错不错。老板，来个凉面。好的。来，起码是打包。凉面便于存放打包，也顺应了这山城码头遍地是餐桌的饮食习惯。曾经老客常常是一早就到，左手几斤凉面，右脚就迈上了船。早上打包的多，因为万州人他的习惯都是出去耍呀，带点凉面吃，然后有时呢中午啊下稀饭啊。1分钟出2碗面，考验的早已不止味道，更多是老冉那千手佛般的功夫。没错。老冉的店就在那网红地望江大堤道旁，逐堤而下，是万州人跑了一辈子船的渡口，更是老冉母亲曾经开店的地方。过去码头自下而上有600多级台阶，如此夸张的规模，也让梯道成了老万州人的生活区域。小商小贩挑着担担上下叫卖。原来那个时候在马路上挑起担担儿，马在前头走，我们把桶儿夹起。老冉母亲当年也是靠着这份凉面在此站稳脚跟。而这些当年的故事，也都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、江水抬升，与曾经的道路、瓦房一同沉入170多米的水下。原来那个河的话，好小，可能2个船吧、3个船能够宽，没好宽噻。那个涨水涨起来才多宽大噻。原来的摆摊的地方啊，在那前头，反正都是水岸的。郎婆婆是老万州城的第一批搬迁户，住进新楼房，也有了新生意，不必再挑着担子东跑西奔。当年的郎姐姐也变成了郎婆婆，小吃的手艺虽说已传给了儿媳妇儿，但还是有不少老客会点名来尝婆婆的手艺，仿佛只有这双手里的味道才能包裹住彼此的回忆。哇，好香啊！萱萱，你看婆婆弄的啥子？你想吃啥子？稍微炸苦点嘛，炸苦点嘛。哎，苦点。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个味道，在全万州都只有那个地方那儿的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。我以前都在那儿读书，那个时候我们小学后门我们会直接喊婆婆给我弄碗凉鱼进来。有些是从1年级都开始去嘛，去到6年级嘛，毕业过后嘛，他也把他的小孩又带起来耶。就我们小时候吃，我们长大了还吃，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。婆婆还帮我搞个米豆腐哦。你想不想吃嘛？妈妈小时候都是吃这个的，以后我们读小学的也吃这个，好不好？过去梯坎间的孩子，如今都成了奔走在大城市楼宇间的成年人。不知他们品尝那些快餐化的薯条时，能否想起儿时街巷里那小小一份也要同伴分享的洋芋丝？逐级而上，转身望去，这座新城被镶嵌在江边山间。
混凝土在山上搭建出错落的森林，而大部分万县移民都搬入着密林当中，也成为了这座新兴城市里的老城人。他们保留着当年的生活习惯，也保留着万州独有的老味——小火锅。来搬凳子了。楼宇最密集的地方，也是小火锅最密集的地方。马上我来给你。每到用餐时间，便热闹不停。而巷口这家楼外楼小火锅，亦是最为红火的地界。反正我俩吃到那个肉的第一口之后，我俩眼睛就开始放光了，感觉。我们万州第一家弄得太好了。上面是居民房，然后下面是我们的就餐区域，整个院子浓厚的氛围都是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朴素到只有帐篷避雨，依旧能被称为万州第一锅，可见这味道将食客拿捏得明明白白。个原则一个收费。区别于传统的9宫格大锅，小火锅主打一个精致丰富。小小一个铝锅，牛肉肥肠塞得满满当当。不同于传统火锅的先切现煮，小火锅更像红烧。肥肠、牛肉、板筋要先煸炒，待到美拉德反应充分，再下豆瓣酱爆香，配以反复熬制的汤底，慢慢炖煮。小杜既是店里的总管，又是掌勺的大厨。9年前从岳父手中接下店面，也接下了传承这份味道的使命。每天每种都是现炒，比如以肥肠是肥肠的料，牛肉是牛肉的料，每种都不一样。小火锅兼具了炖菜和火锅2层优点，凡是能红烧的都能搭配，凡是能涮烫的都能下单。而在诸多搭配中，当属肥肠牛肉最为经典，也是打响了万州楼外楼名气的老味。锅里打底的依旧是万州人心心念的豆芽，待到客人下单，再将炖煮入味的食材码好上桌。炉口封上一个盛水的瓷杯，将火力锁在炉内，也延长了保温的时长。只需忍过垂涎欲滴的前10分钟，便可一品这美味的真容。首先一端上来，你们是要等10几分钟吧？那个过程，这个锅逐渐加温的过程当中，就可以闻到那个肉的那个香的味道了。来呀！它融合了重庆火锅的特色和干锅，就融合在一起。目前的话，我吃的几家里面，它可以算是排第1了。只有万州才有那种特色。在这些咸香重辣的小火锅中，老板还有一道小清新的选手。对于老万州来说，炫完一锅鲜辣的肥肠牛肉，都会习惯来份番茄肉丸汤清清口。新鲜番茄烫掉表皮，直接压碎成泥，入锅慢慢熬煮，直到水分散尽，香气登场。一份浓稠鲜香的西红柿酱便准备妥当。
与之对阵的是手打肉丸，鲜肉剁馅儿，搅拌上劲，再汆烫成丸。其实餐饮都是个特别的单调，它是要每天重复一样事儿，每天重复的过程，把每个过程要做好。一勺酱料放入锅中，配以清汤炖煮，简单一口汤，辣锅的肥腻重口一扫而光。说它是心里做的，甜滋滋的，很爽。番茄味挺正宗的，不像是用那个香精啊什么调料调出来的。原则蹄花2个肥肠。本地人对小火锅情有独钟，而全国人则对万州的另一种美食陷入疯狂。即使大排长龙，也要一品加味。位于海拔更高处的青羊宫一条街，一旦入夜，便会成为热闹的代名词。而繁忙热闹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便是万州的美味担当——烤鱼。万州和烤鱼，就仿佛北京与烤鸭，早已依靠那独特的做法与醇香的酱料走遍全国。而作为烤鱼的发源地，这条街上的烤鱼店也代表了师祖级别的经典味道。独一处的招牌赫然在目，但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与这路边小店风格不太一致的老板娘，打扮格外精致优雅，人送外号“烤鱼西施”。我觉得你好年轻啊，看到你。我年轻啊，你要应该玩2年了，不应该姐姐了。西施的称谓，一半来自老板娘能打的颜值，一半则来自那热情的服务。而服务认真的背后，更是对自家味道的自信。我就想，反正人到我们这里来没有拘束，冲着这个味道还有这种感情而来。啊，不啊，一条啊，一条一个碗。有位子几个人？一条泡椒，一个香辣，一个泡椒，几点钟来哟？啊，6点半嘛哈。对的。好。听得到，哈。唯一让老客们头疼的是，如果忘了预定，便会迎来绝望枯坐的等待。你说你几点钟来？基本上我们就要提前，要么就给老板打电话，要么就是自己提前过来。几个人？2个人，2个人，2个人到。长久的等候里，上半场用于等座，下半场主要在等鱼。为了保证新鲜，每条鱼都是现点、现杀、现清理，还要历经秘制酱料的腌制，方才能送上烤架。对于烤鱼，师傅们早已是熟门熟路。在200到250度的炭火之上，原有的水分尽数蒸发，鱼皮带着肌理翻卷绽放，鱼肉随之收紧变色。即使看到鱼皮变得金黄带焦，也别兴奋得太早。此时仍需要将鱼肉置于炉上熏制7、8分钟，让炭火香气浸透肌理。烤鱼决定了鱼肉的口感和底味，而真正的味觉冒险，则依靠幕后老板孙哥炒料时施展的绝招。香料的话是我自己配的摸索出来的，有泡椒、香辣、麻辣、鱼香、豆豉、炸海椒、蒜香。我这里泡椒味的卖的最多，基本上占60%的客人就是来吃泡椒味的。 2条鱼，一个炸海椒，一个泡椒，再有一个大包的泡椒。泡
泡椒是独一处的招牌配置，也是与其他店铺拉开差异的拳头产品。精选川渝传统泡椒，用宽油猛火激发出鲜香，配以花椒大料、新鲜珊瑚椒一同翻炒。100度往上的热油让风味元素充分释放，渗入每一滴油料。鱼皮焦脆弹韧，鱼肉软嫩鲜香。服务员。还是流出来了。是啊，要冒汗水来，正常啊。我鱼肉的话，实际上是鱼头后面那一点的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的肉是最好，要么就是鱼肚子上的。它的鱼的味道鲜美，肉质鲜嫩。这鱼头啊，倍儿棒。回到万州来之后，我觉得独一出来吃，我今天特意的就是要早一点过来，下午麻将都没打。吃完了过后，这个汤汁儿，然后弄点小菜，然后弄点面条。可以。连剩下的汤汁也不舍浪费，来份碳水，人生更美。猜个落一下。那个高头找不得是哪个的哦？笨噻。你看那电话号码没得噻。听到没有？2楼7007的车。你去问嘛，我去问。我怎么你去问？我们2个以前都不是干这行，我们刚好就开店的时候，这个老板他不做，我们2个就把排下来。西区都考复大，他那个血都还考不干。打快点走，去。就是这个鱼打捞的时候，他把这个肉伤了，打失血了，这个血浸到肉里面去了，他就怎么烤，他就呛是生的，怎么烤他都呛没烤。来吧，你嘛你。走。明白。走过来。我在开店之前是迪厅里面唱歌的，驻唱的。后来我的嗓子坏了，不能唱了，就来做生意了。不知道这个烤鱼是怎么做的，就我自己都慢慢来想。你做餐饮的话，你如果说味道做得不好，肯定人家都不愿意吃吧。每天我都在问我老婆，顾客有什么反应没有？顾客吃了以后，剩回来的起码有1/3的这个鱼，必须就要留在那里。我要来赏味道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人家顾客生着我了。他还能干呢，我没想到他会自己还研发一些调料进去，我感觉很好吃。半路出家的夫妻2人，就这样一人忙前抓住食客的眼睛，一人忙后抓住食客的味蕾，携手与共，共同撑起了原来的路边小店，也在万州打响了独一处的名号。我们其实就是路边摊，就是一个苍蝇馆子。小店能延续至今，食客们除了离不开味道，也渐渐离不开这份烟熏火燎的热闹。4把号买单了，4把号买单了！哎呀，莫管他那个，这一般人3五的拿来。写起来，3个人2条。3个人估计都是1条的哟。哎，红妈，你写的2个啥子？红妈，那你写的味道写哪种？泡椒啊。哎呀，我只写个泡椒行了，我还以为是写了个蒜香哎，1条鱼1条。我的闺蜜她们来的话，基本上就坐在我前台那里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坐在这里。因为他们的时候可以帮他点单。你收好多钱一个人算呗？2块一个人。他帮我接个电话，真的帮我接个电话买单。你看没？才刚才来帮我接个电话，来别个订单的人我搞不赢，帮我接个电话。他们2个没有贴全部。他问我们来有没有贴全部。还有人帮我去招呼人，帮我端东西。走了，就完了。小店生意红火依旧，
火到老板娘闺蜜来了都要出力帮工。还有一个很胆小的女生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事业型女人。我现在是连生病都怕，有时候输了也打了掉水，马上就要来上班。餐饮生意无非坚持2字，红火有时无关店面大小，全看店家是否心中有客。我每天都是6点半起来，到下班11点半，那中间有那么多个小时，大概我一天走了3万多步，平均算下来就是每2秒钟都要走1步路。老冉也一如往常，坐在门口守着店铺，等候着那些用味道达成约定的客人。过去的万县，如今的万州，旧城与新城也被这江水一分为2，旧城已沉入100多米的水下，而新城则带着这些小吃、烟火与那些经典的回忆味道，搬到了更高的山坡上街巷间，日复一日地体味着他们那热情似火的新生活。潮汕地区作为广东3大民系，是无数华侨魂牵梦绕的故乡。作为毗邻潮州、汕头的岭南水城，揭阳潮菜与客家菜更是在相互碰撞。而要说揭阳自己独有的味道，便要走进老城区荣城古城一探高下了。荣城被河道包围，形成5门3教24巷、4浦百桥5八池的水城格局，各式洋房骑楼诉说着它的历史。历经800多年，古城依旧活色生香。虽然东南西北4座古城门已不存在，但属于揭阳人心底的古早味依旧徘徊在这些传说中的城门附近。日出东方，老城的一天也从东门开始。每日5点，东兴果汁店准时飘起炊烟。我是东门的，在这里开了个小店，5年了。果汁是潮汕地区最为经典的一款民间小吃。将大米浸泡1宿，再研磨成为米浆。煮熟后的米浆加入滑口的米皮熬煮，佐以香肠、卤蛋、猪皮、肉丸等10几种配料，供食客挑选，丰俭由己。我集是用香的所植物嘅椒蒜名汁，每天都吃，我都喜欢吃它的腊肠、卤煎蛋、油条，还有卤猪大肠，原汁原味。嗰個咁單麥齋袋簽仲更雜，經因為情況咧，集積到時就食佢哋咁隻，證明呢係炸生一隻嘅就。米湯清淡回甜，補充了晨起勞作所需的碳水。卤菜鹹鮮醇厚，搭配出豐富口感。但對於真正的老客，配菜第一的選擇還得是它。
每日现宰的猪梅花肉切成透光薄片，粉嫩的鲜肉与丝丝白色油脂相间，下入米汁汆熟，米汁内的淀粉仿佛给肉上浆，最大程度保证了肉质的鲜嫩。而汆烫之下，梅肉肌理间的鲜味与油脂也缓缓释出。梅花肉好，但这样的肉也少。不足不要。老板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新鲜，每日限量供应，从此也在食客心中留下了先到先得的规矩。非常好食，拢伊个大只都伊来是要白天来听，伊这门盖叫做碗呢。这个有嚼劲一点，然后它上面还有一层胶一样。我说完了，好吃。一碗扎实的果汁下肚，好鬼好人呀！一份腌制的苦瓜清口，蓉城一日就此开始。潮汕地区对于米制品的吃法非常丰富，酵果桃便是其中特色。一个个小钵中先置入蒸熟的花生垫底，再倒上果米研磨出的米浆，二次蒸制。这便是揭阳最为经典的小吃——咖果头。我就是西门人嘛，我们这个就很有名。用港東客對面，團經一來，再挖來就賣30萬年嘅煮鬼咖鬼頭。酵果桃曾在民国时期风靡街巷，如今却成了难觅身影的濒危小吃。老柯的小铺位于老城西门，没有名号，没有招牌，单靠这份古早味，小店在老城区依旧有不少名气。蒸熟的米浆呈果冻般 Q 弹爽滑，放凉后浸于温油当中，隔绝空气，保持水分。待到有人下单，再经热油炸到表面金黄酥脆，淋上秘制甜酱油，酥香软嫩，咸甜互补，伴随着淀粉回甘，显得独具风味。起来非常的香而甜而不腻，整个口感都非常的好，很有食欲嘛。然后吃下去是外面酥酥的，里面嫩嫩的，真的挺不错的。而且红糖酱配起来很好吃。大家潮汕小姐伊两姐妹该比較傳統啊，如果是得一方偷對有個，佢話做到那樣低調。老柯每天日程固定，下午3点骑着小3轮车沿街售卖，每晚9点在小铺还有加售时间，5元5个，引得那些寻觅童年味道的客人络绎不绝。除了经典酵果桃，老柯还有另一位童年回忆。水果桃简称水果，实则是用番薯粉皮包着韭菜内馅的特色菜果。叫做解放之後，這個做嘅米涼風，麥子涼為了甜，加了白，放之風了好食。古菜做了蒙的古菜醬好食，這樣那個裝上貴很。作为老蓉城美食打卡的隐藏成就，每天都要现做现卖。30年来，老柯每天根据天气来选择制作的数量，平均每日做300-400个，不足10元的小生意，程序纷繁却未敢怠慢。每天6点多就起来蒸这个酱果桃。
12点半就来这里做水果，到12点多。蒸制过的水果晶莹剔透，隐约显露着其中内馅儿，再经热油炸脆，配上自制辣酱，简单一口，伴随着外壳碎裂的声音，汁水瞬间充盈满口。水果咧外翻酥酥，裏邊一個菇菜搞出來就非常香味鮮嫩。老柯每日繁忙充实，却不忘回家歇脚。这是精英化吧，很香。吃个午饭，享受下老城时光。中山路由北向南，贯穿荣城老区，也是老城居民生活消费的核心街道。曾经的街巷热闹非凡，吸引着全城美食汇聚于此。而如今，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变迁，还剩下2、3家宝藏小铺。位于中山路中段的老爷干面便是其中之一。手擀面条粗细均匀，一勺红腐乳，少些许糖，再搭配一份卤肉烧腊和炸猪皮猪肉丸子汤，不足20元。便可让食客们在这份甜蜜蜜、咸滋滋、交叠变换的体验中，一品老城不变的滋味。老一百年，一隊經一隊嘅，啲嘢落拜自己老100年，嘅嘢驚啦，嚟只。我買4位啊。我買4位。小店的配置堪称孑然一身。舍弃了门面招牌，独留一口老式炉灶，但也就是因为不关心这些繁枝错节，帮助小店历经3代，走过60余年，成为揭阳最为年长的干面馆。而位于南城门最近的南门蚝烙，则是中山路上另一家成功留守的老店。这家小店看尽中山街30年风雨变幻，曾经的掌勺人如今退居2线，换作其2个儿子接棒上阵。哥哥谢海东负责准备香菜、葱花等配料，弟弟谢家东则投身于蚝肉的准备。蚝烙作为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，食材上便要下足功夫。蚝肉虽小，却颗颗饱满肥嫩；生意虽小，但处处都不能马虎。将碎壳去除，还要时刻注意下手力度，生怕将蚝肉表面那细嫩的薄膜弄破，损了卖相，丢了口味。每天下午准备，晚上出摊，周而复始，时间也得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晚上9点，静谧了一整日的老城区逐渐沸腾起来，各式宵夜小吃开摊迎客，行人们或饥饿或馋嘴，纷纷减慢了步伐。兄弟俩的蚝烙店还没开始营业，不少熟客便已占位排队，要抢下今夜的第一口鲜。蚝烙制作，调糊上浆，直接决定口感。将当地地瓜粉以特定比例调成浓浆，再放入清洗好的蚝肉，搭配葱末、酱料、辣椒，最后盖上半勺蛋液。蚝准备妥当，烙即将开始。热油之下，蛋液迅速定型，
待到焦香的边沿卷起，再淋上新鲜蛋液补充。随着单面煎熟，也意味着整体定型。趁此状态，一分为四，统一翻面，反复煎炸。每份蚝烙现调现煎，保证蚝肉饱含水分，鸡蛋又不失香味。煎好一份的蚝烙只需5分钟，但排到一份至少要半小时。天然的香气在蚝烙的余温作用下渐飘渐远，挑逗着食客的味蕾。它外面很酥脆，但是里面很嫩。那个蚝咬了之后有一种爆浆的感觉，大家都慕名来他们这里吃，吃完都口齿留香，很不错。蚝烙本就鲜美，再蘸上些许鱼露，鲜味再叠加，油腻被冲散，口中满是鲜味与汁水，还有酥脆和软嫩交叠的口感。啊，你看那个整那么的恰当哦，他搞这个是他老爸在搞的嘛，就传给他们，然后我老爸吃他们的东西吃好，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吃。弟弟28岁的年纪，算得上老城小摊界为数不多的年轻选手。辛苦经营10余载，父亲独创的技法，如今也化为自己谋生的金刚钻。他们有名啊，他们赶节日都休息，他们也是美食榜第1哦。没有。蚝烙简单，但就是这清末创始的简单蚝烙，如今已是100年经典。2位老板也盼望着店面和味道能走得更远。夜晚的热闹不止南门，老城的中心还有一对隐藏 NPC， 后街男孩。就像这曾引领乐坛的名字一般，他们的厨艺也牢牢拿捏了每一个夜晚饥饿的灵魂。大哥陈玉彪是菜码负责人，牛肉、海鲜、猪肝下锅翻炒，搭配各式配料，无论是葱香干炒、酱香麻辣，高山流水都不在话下。五弟陈玉武专攻果条，猪油下锅烧热，搭配少量青菜，再让提前泡好的果条下锅，在高温下充分反应，五弟的果条呈现出神奇的颜色，而这份粉嫩也是后街男孩美味的灵魂所在，其背后便是这秘制腐乳酱。南腐乳混合经典红方，一个支撑底味，一个调出颜色。大锅中腐乳的酱香与咸鲜将果条浸透，融合出粉嫩的模样。可以一定有吞球啊，有甚至隻腳有骨殼，淨係學佢啊上骨接球。愛用啥都是拿金買做就買可愛，生下就嚼就可愛。來到這個用啥，個基本可算咩改改外在身改腳頭，我飄下個茶杯了想我食。一碗果條，一份海鮮湯，便是古城夜宵的頂流組合。我们没做生意的时候卖衣服啊，也不要做生意，就买羞羞的，就跟他说的就下去做了。兄弟二人从桥头的路边摊升级至此，见到如此登对的门面，便就此沿用。无心插柳的设计，却让后街男孩成了老城区的宵夜名片。呢家叫沙話茶盤，成話落南節，成話南盤呢，成話南車。
菜码还需一份份定制，但这招牌粉果条，来客再多都可以一锅出品。正常的话1年差不多，那是锅2、3个月。这个要差不多要放掉了，有时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，都起疙瘩。兄弟俩在各自的擂台上舞动铲勺，生意也像锅下的烈火般熊熊不息。南门桥头的火热刚刚开启，而北门的夜生活却早已在线。与南门对应的北门天福路附近，更是夜宵重地。无论是浓香的猪油炒粿条，还是清淡咸粥，凡是家常经典都在街下两边。老板蔡旭东是北门双巷人，与妻子共同经营着北门咸粥。小摊虽朴素，菜品简单，但就是这一款白粥咸菜组成了当地人喝粥的基础。晚间生意繁忙，老板80岁的老母亲也会来帮忙。沏上一壶单丛，来一份咸粥，热茶或者米粒下肚，已是老母亲多年的习惯。我好像是甲伊阿爸两人往里做10元年，人叫做夫妻店。我当我对伊阿爸甲无看我，伊阿爸老啊就家己就食伙口，就不甲我甲抹毛，而且唔敢补嘛。到这个王子的囝夫妻店。儿子接棒后，升级了老父亲的白粥咸菜，改用鱿鱼丝打底，配上蘑菇、鱼丸、鸭血。过去充饥的咸粥，如今变成了营养的选择，渐渐发展成深夜里食客的养胃首选。色香味俱全。人食10年齋，食10年啦，就這頓。咩到咗個做生意，這個鹹味味，講牛郎愛去食。我知。點啊？沒生活開銷，沒路啊。除了基础粥品，更少不了老板自研的秘制卤味，人均不过20，卤味烧辣随心配。不过和当地人最配的，还得是白切鸡配普宁豆瓣。白斬改話成人就食米。哦，怎麼樣？小小的摊位就这样撑起了一家人。看着不远处忙碌的孩子，老人心里满是欣慰和踏实。我哩請回80咧，80佢10元呢咧，只半是人。北门咸粥也靠着那份亲切与温暖，成了老城人口中一段段滋养人心的故事。揭阳30年，风雨变幻，老城由吵入静，食客来去无踪。唯有这些摊主依旧坚持着固定的生活节奏。以前这条街很好做生意。西马路依旧保留着清末西洋风格的老骑楼，这里曾是整个古城的中心，店铺林立，车水马龙。如今老城繁华散去，人们走出蓉城，追求新的生活，只剩下老人们享受起他们选择的悠闲生活。作为资深的游商，老客还是不得不随着时代的脚步、客流的变化，
更迭自己的售卖路线。乐好，这能吗？在这个老城北门啊、中心园啊、晋华卖了20多年，后来我就去东山，也卖了15多年。东山的这个楼啊，一栋一栋的，小孩人气很多。经过多年的游商经验，老柯找到了一处不错的十字路口，位于西凤桥下，临江北路与淡浦路一带。这里学校集中，也是学生放学、家长接送的必经之地。以前生意很好，一天做几十斤韭菜，现在才做10左右斤，差了远了。时代大潮下，过去的游商渐渐没落，老城区也没能成为新时代的选择。像老柯这般无论风雨还能坚持出摊的人也日渐稀少。这波人呢，生意好嘅就是好呀，因為做得幾手機，梗係都景盛啊咧，家在好那家都好小。有一个小弟，在这个美国，他一回来就来这里，他说：“叔啊，我是跨越太平洋来吃你的水果酱果汤啊。”水果酱果汤。老饕们对酵果桃的依恋，如今成了老柯继续下去的动力。而他风雨兼程的努力，也逐渐换来了新的接纳与认可，让这份古早味在车流间找到了宝贵的居所。已经1块7个，现在5块10个。这个酱果桃以前1块10个，现在5块5个。潮汕就是说这个小生意可以还家，但是这个包不了家了，5块钱的生意。就是像龟苓膏一样，上面撒点糖，特别好吃。个地道的酥，讲的就真落去凉，非常好吃，这个味道绝了。我这50块钱可以买很多。甜，水果加龟汤。水果加龟汤。 30多年，老柯做的都是不足10元的生意，但每日依旧早起，依旧认真准备。我这么多岁的人，每个人都没事了，吃饱饭就逛来逛去，只有我这一个人在做。旧日的回忆助他长记初心，新客的热衷让他有力坚持。就这样推着小车在老城间流转，但行老味，无问西东。锣鼓响起，青狮舞动，老城的活力再次展现。人人单按生意小，小小生意会发家。这句潮汕的经典俗语，其内核不在生意大小能否发家，而在于是否愿意相信并秉承这份精神，努力前行。前这6个人还没有住到15公，现在我们兄弟1个人还1套。蓉城老味多是这样隐于街巷，历经岁月洗礼的小摊小铺，通过一代又一代手艺的传承，支撑起每个家庭的成长，也守护住
每个时代的味道。若要了解一座城市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，本地市集是一定要去的。市集市场的存在，整合了街边游击的小摊小贩，堪称小吃界的华山论剑。诸位摊主画出领地界限，生意冷暖全看功夫高低。而有幸检阅各家水准的，便是你我这般食客。作为食客，重在挑选。若能在一个市集里吃遍一年四季，那便值得一去。哇，可多了，我都数不过来了。在报时期那边，我都跑来这边买，我一个礼拜的3次啊。好多美食其实就在集市里面才会有。带着胃口缓缓走进，场内更是移步换景，调料食材五颜六色，叫卖吆喝五花八门。3块一把，5块2把，东风吹，老风吹，每个家里都有回。其中更藏匿着一些掌握城市味蕾的大师傅，他们舍弃了华丽的摆盘、优雅的环境，将所有的热情集中在味道这一件事情上。赶街可以理解为云贵限定版的赶集。位于昆明新闻路上的转心农贸市场，亦是有着赶街习惯的当地人常去溜达的地方。长方形的市场被5条巷道划分出1000多户摊位。哎呀，多漂亮的，我都买不到一个。刚才卖20块钱的，不骗你。我10块钱，各式家常食材、糕点、水果、腌制小菜，它全都有。推介丰富品类，常会说绝对有合适你的味道。但这家豆花米线却表示，哪有什么合不合适，只是还没碰见必须要吃的。辣辣小吃豆花米线，店面不大，客人不少，一共2个铺面，一个制作，一个就餐。制作的忙出火星子，排队的等出哈喇子。米线也称云南人的生命线，不同人不同家有着上百种的吃法，而豆花配上米线则胜在了那神奇混搭而造就的多层口感。那个豆花米线好吃啊！太好吃了，一个人吃2碗，来个10多分钟了吧。预制好的粗米线，简单下水汆烫，配料也马虎不得，花生末、韭菜、冬菜，按固定比例混合码上，再配合咸口酱汁与秘制辣酱，保证风味。在这之上，一勺鲜嫩豆花盖住所有。吃的时候一定要将豆花拌碎，让每根米线都能裹上。蒯上一筷子，满汁满料，趁着豆花还未滑落，光速入口。齿间充盈着粉的 Q 弹，豆花的绵软嫩爽，和着辣油与调料，用牙床为琴键，弹奏起西南风情的乐章。若是初见豆花米线，常常是一碗接一碗，但老客则更有心眼儿，留着肚子来面对市场里更多未知的体验。如果说街边小摊的美食体验是标准版，
那10步吃10家的市场便是 Promax 版了。这个菜很受欢迎的，都来我们这里买的。我父母卖了20多年的了，绝对可以。10点多点就卖完了，好卖就是好了嘛。我们是专业做猪肉饼的，10多年了，这个店。竞争密度如此之高，各家摊主也是卷得飞起。而如此红海之下，能撑过10年的老铺面，那必定有1两手傍身的功夫。王姐算得上市场里最美的老板娘。喂，你好，娘娘。哎，我来一碗啊！你怕够10人，五花有3个品种。好的姐，好10人给你2餐，要不慌了娘娘。在此开摊已有10年，依靠精致的打扮和惊艳的味道，获封了粉蒸肉西施的称号。7块5一两，他就8块5一两。好，赶着打了吃。好的姐，要不慌了要点10人给啥？粉蒸肉最妙的便是那糯酥肥嫩的口感体验，于是趁热吃便成了关键。五花肉肥而不腻的，挺好吃。好，再点10人。创生园的产品逻辑简单直接，用互联网废话就是将单品做到爆款。店里唯2的粉蒸肉和粉蒸排骨，靠着祖传秘方和2代人的经验，在市场打下了不俗的口碑。3两好。不管从外形、外观，还有它的味道和颜色，我可以占第1名。这块做肉第一步，选肉。做这种有标的，肉白的，你看它是3片肉，一层肥一层瘦，这才是五花大猪肉。五花要选标厚皮薄的腹中区域，刮毛清洗，切成均匀的肉片，大小更可谓恰到好处，一口塞满，2口吃完。不过好吃的关键还是要看粉蒸肉的粉。王姐对米粉多有研究，将米炒到表面金黄焦香，研磨成粗粉颗粒，再配上自家秘制配料与多重香料，调制成复合口味。粉一收工，便要紧接着炒糖。恰到好处的糖色有着诸多作用：1是调色，2是调味，3是作为粘合剂。几斤面放多少糖，放多少盐，都是要称的，放进去始终要一个方向。要是你左一下右一下，它就不均匀，它就不好吃。这个水它也有比例，不能干，它也不能稀。你要放到什么程度？汤淌下去了，但是这个面在手里，这是最好的状态。来了，开始啦！从下面放上来，搅拌均匀，码放也有自己的讲究。土豆打底，防止肉片接触盘底，油脂带走粉料。肉片也要1片肥1片瘦的码放，保证入口时的口感不会过油或过柴。最后上火蒸至4个小时，一份王姐手下的经典之作粉蒸肉便大功告成。高温蒸汽的洗礼过后，肉片只剩表面上的完整结构，内里的一切早已充分融合，油脂和粉料的香气渗透到每一寸肌里，最终凝练到垫底的土豆当中。
真的好吃，非常给你入口即化，哎，是不是很好吃啊？又香又糯，还不放添加剂。而在王姐的品控之下，卖相也是十分能打，肉片紧密相依，排列整齐，来往食客路过检阅，伴随着肉片的抖动，咽下口水。这么多吧，几个？好的，拜拜，改天再来。而本地的老客，则会趁着他人晃神之机，报数交钱，趁热带走。好，这3份。好，这3份。吃的味道比较好，不腻，而且很符合我们云南人的口味。几菜来买可以试试，好吃的嘛，肯定是好吃的嘛。我今天就是过来给我爸买点他家这个粉蒸肉带回去吃。好，10块08毛8，10块钱啊，这是1升米20块老姜是吧？这是送的。买一个粉蒸肉就送你1盒羊翼，这个羊翼特别好吃，它的味道、肉的味道全部入在里面去了。在此打拼，拼的都是回头客。不管是老客还是新客，经验丰富的王姐自有一套待客之道。它肥而不腻的，很好吃的，入口即化，这就是我们家的特点。以前我在医院上班嘛，退休以后我就想把我们家的粉蒸肉传承下去。我们就来昆明考察1个月，转心里面市场人流量特别大，就选了转心。做这个粉蒸肉真的很艰难，一开始没有摊位，就是在里面租了一个铺子，但是里面人特别稀少。后来我就整了个小车，自己拉出来卖，每天都这样辛辛苦苦的给他们尝。尝完以后，这些市场的人说：“哎，老板娘，你做的肉真的很好吃。”自己我就树立了信心，我觉得有希望了啊！我觉得我来买粉蒸肉，肯定这条路走对了。我知道他的牙不好。对了，哎呦，对你吃不了他生米靠药吃。他们的性格我都很了解，他们要装2个蛋，要肥的，要瘦的。接棒起跑的过程中，还莫名带上了当护士长时的要求。谢谢。谢了。好的，吃完再来。他吃多少就给他蒸多少，不要吃不整好吗？因为在医院可能是有细心、耐心、责任心，你有这3心，你才做得了护士。所以我觉得我很有自信，我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好，把这个粉蒸肉传承下去。你好，狗狗，好，来吧。小店一点点进化，从移动推车到定时摊位，再到如今固定的店面。随着招牌立起来的，还有10年间打拼下来的声誉。只要他们高兴，我不是为了赚钱，我是让他们高兴。出品讲究真材实料，纷繁工序步步认真，长存问候，长留微笑，这便是王姐的待客之道。好，满意就好，生意可以。我这了都了不得哦。谢谢您支持。好的，再见。王姐8点开售，中午收摊儿，更帮助那些难抵口腹之欲的食客定下了胃部的生物钟。不过这早高峰的生意，偏有老板不愿参与。我是市场最懒的，也是来的最晚、收的最早的一个，要么就是中午11点、12点来。老板到了，生意也就到了。姐姐，你们要什么火锅？中火、大火、小火？大火。好呢，1000个。这个是没得防腐剂的，所以的话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吃完掉。老板娘孙俪是傣族人，傣味鸡爪便是自家的王牌产品。他说你要小火锅够了，哥。这个是木姜子的微辣、中辣的，这是柠檬的酸辣，它是中药。俺家8块9一两。弟弟，那个4件您要不？你吃过了吗，姐？没。那你吃一个呗。这柠檬好多料都是从老家拉上来的。小张吗，大姐？无论是柠檬还是木姜子，阿姐你要。每款口味的背后都带着些许雨林风情。不管是从选料啊、配料上啊、占比上啊，都是我妈妈手把手教我的。我们老家嘎撒，只要是你是傣族，你都会做。鸡脚煮到恰到好处，1分为2，
加入芹菜、胡萝卜作为基础配菜。之后便是属于少数民族的魔法。鸡脚的底味是酸辣，但简单一个辣味，背后就有3层设计。先加入炒制后的胡辣椒，胡辣子炒出来它就比较香，口感跟其他的辣子它就不一样。再加入丘北辣椒粉，不是太辣，但是呢有点回甜香。最后的主角，则是鲜辣担当小米辣，和姜蒜、花椒末均匀搅拌，覆盖上鸡脚的每一寸肌理。酸味更是要细细斟酌。黄柠檬汁水丰富，入口回甜，提供了主要的味觉体验。青柠檬酸得更加热烈，又带来一缕独有的清香。加入傣味秘制调料，最后一撮芝麻作为收尾动作。这一份前后用料20余种的西南匠心鸡爪，方才大功告成。微辣牛面好，33大点，中火大火，小那个好，酸酸辣辣的，特别爽口。这个肉质 Q 弹好吃。在热门单品木姜子鸡爪的背后，则是老板娘掌握的西南秘方——木姜子油。木姜子别名山胡椒，是傣族风味中不可缺少的神奇味道。木姜子是我们宜西傣族呢，是哀牢山上采摘呢，每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才有，1年只能采摘1次。将洗净晒干的木姜子放入清油中熬煮，待到锅出小泡，便可关火。静候那辛辣刺激的芳香油缓缓释放，放置足时的木姜子油辛辣上头，浸入腌制好的鸡爪当中，提供了山野间才得一品的芬芳体验。你这个是木姜子吗？这是木姜子那个招牌那个。它这个味道独特嘛，木姜子以前都没听说过。现在30个行，有到27.5了。是呢，经常来买呢。我知道不发现有。我是老客户了。吃了停不下来那种。味道好吃了。你要拿到这个味道，尝尝吗？买来试吃一个。自己也是做过销售这块行业的，后面因为孩子吧需要奶粉，钱这方面很需要，然后我妈就鼓励我说：“哎，你去卖吧，说不定你会火的。”然后我也把我老公给带摊到了，就他负责销售，我做后勤。柠檬的是哪个？拿这个，好，你自己煎。柠檬要酸一点，木姜子要香一点。40个那个好，你帮姐姐煎点菜个。这些配菜啊，它都不要钱的，超好吃。味道好呀！谢谢谢谢谢姐，好。你服务态度最好。真的，谢谢谢谢。一人专心待客，一人钟情制作，夫妻2人合力共赢。是一个小美女。将山林风味变成了城市打卡点。以前是他的顾客，现在变成他的朋友，我觉得太棒了，真的。没事，我都忘了。一间店铺2位摊主，不约而同选择用笑作为生活的解药。吃肥肉那就肥瘦相间的。你帮我挑点菜个，没事先尝尝。热情伴着笑脸，酸辣伴着醇香，生意就这样在街坊的问候间越做越大，队伍也越排越长。除了追求那7荤8素的口腹之欲，更多是想来体验那古道热肠的寒暄与关心。而市集用万千滋味建立起了彼此社交的场地。
要说社交属性最为浓厚的赶节去处，每逢周四才限时特供的海源寺市集不容错过。这才是赶集原教旨主义者的钟情之地。和转心农贸市场的规整有序不同，这里的市集突出一个纯天然。摊位围绕龙潭随性营业，从惠古路延绵几百米，一直伸到海源寺门口。东风吹，南风吹，左拖凉，右拖凉。市集内部品类多的更是令人啧舌，从大脑一直到脚丫子，吃穿用度无不包含，古今中外各有涉猎。俄罗斯金刚剪刀比小李飞刀还快的剪刀，甚至按摩字画都吆喝不停。一路走马观花，只觉得云南18怪、17怪在海源。海源寺市集存在了几十上百年，姐姐找找万寿岭那边洋溢的下一回聊吧。但集市上的热门美食从未间断。环境比不上米其林，但味道对昆明人来说绝对是黑珍珠。尤其是这家堪称集市加油站的羊肉米线，已经成了辛苦奔走唇枪舌战一早上后必不可少的收尾动作。我们家族包给他们都在那里吃。我就超想吃这个羊肉米线，然后就过来了，吃个米线，然后去赶赶集。这海源是最出名的。老板，啊，米线出不行？这一碗洗的嘛。不是个米线个，回了个这碗。羊肉摊位于水潭边，老板娘杨树芳看着年纪不大，但早已是海源寺的老江湖。一直都是做摊，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，我妈妈以前也是卖羊肉嘛。我们结了婚以后，我们就来做这种嘛，还是做了13年了，我讲。每到周四，夫妻2人便会伙同大队人马从崇明驱车来到海源寺。大棚、长桌、炊具、灶眼便瞬间启动超级变换形态。不到半个钟头，大摊位召唤术完成，老板便带着伙计奔赴建设其他战场。我带着工人去安宁太平，这里五老铺在这里，带一个小工。好，走了，我踩。最难我就是一早要来弄这个火，所以要提前啦，差不多5点40左右就到这里了。本地鲜嫩的山羊提前去腥保鲜，熬好的羊汤回炉温热，一切妥当，正式开张。米线、羊杂、羊血、羊肉、老肠豆，一碗豆一碗羊血，辣子这个呀。好好。清汤羊肉、羊杂碎、羊血都是顾客必点的招牌，而如此丰盛的一顿，人均也不过20。不过首选还得是昆明人血管里跳动着的米线。羊肉煮好切片，与米线一同汆烫，预制好的米线吸满羊肉的汤汁，15秒后出锅落碗，一勺醇香羊汤从顶端落下。底汤如此，调味更宜从简，花椒、辣椒配上秘制辣酱，最后一些薄荷、葱花收尾，妥妥的一碗昆明老味道。麻麻的、辣辣的，这个羊肉米线我平常在店里面都找不着。哦，是，够香，然后没有膻味，这个就是我们本地的味道。做生意嘛，也还是有些定制服务的。要是胃和钱包一样阔绰，大可来份豪华升级版套餐。
一口羊排，一口羊杂，肉片划过胡辣椒和薄荷的秘制蘸水，这便是市集里的超能力体验。味道香，老年人吃了嘛可以吃得健康，因为这不矮，吃得动。这个羊肉也好，羊汤暖胃。常吃的老客一般还会来份牙豆，通过补充维生素来摆脱对体重的负罪感。我牙豆是跑不掉的，没得这个东西，你这个你牙肉在哪买？哇！喝着热气羊汤，品着1元畅饮的白酒，望着远处的石桥水潭，飞檐斗拱，一瞬间还以为这不是在西南之地，而是古城汴京。不当时还会有些侠肝义胆的传说在身旁上演。不闪光的雨水落下，让还在日光浴的摊主赶街的客人通通躲到老板娘的棚子下。西南民俗交流暂停，却开启了彼此间的热络。城市如同一只巨兽，在商业化的过程中，用一个个心理的隔断将彼此区隔。万幸的是，在海源寺的脚下，市集的街边，依旧能找到热络的问候，热气的羊肉。在一个个帐篷底下，老昆明人完成了一场名为念旧的聚会。差不多我们这种30、50岁的人，觉得他应该是最可怜，还是我们这辈了？因为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羡慕人有钱那种，肯定羡慕啊，开好车啊，我住豪宅。当时人都讲了嘛，咦，是人口来那个段，趁年纪轻的时候了嘛，能奋斗了嘛，还是尽量的奋斗，也不要求讲老是搞啊、整那呀，就反正过得平淡的日子，过过健健康康的啊就可以了呀，不吵不闹。不是起家倒置他们，可以了，这种日子我已心满意足了。外公，你买一碗羊杂个肉。羊肉、羊汤的做法朴素家常，推杯换盏的白酒也不算高档，但在唇齿间，碗筷下却是摊主与食客们那早已形成默契肉饭宝嫌弃的了，贵时光。烧菜的饭大一点。喝酒要有朋友，每个礼拜才来做50年的朋友了。他们家是我们家的老常客啊，这每次来都是老2个来吃，吃点肉，吃点饭，然后就去赶街去了。这个画面容易想起小时候。不然加点麻了，因为加点麻。类似的羊肉汤铺面，如同市集里的各式小吃一般，生命周期常常以周来计算。能在此坚持10年之久，老板娘杨树芳也将羊肉汤变成了多年市集长河中的一站港湾。羊好，如今已然成了赶街时的好朋友。老昆明的心心念，存放起无数人关于西南的回忆留念。在集市里生存的人，也是这座城市里平凡又坚强的人。在人间烟火的背后，承载了爱和希望，还有漂泊和艰辛。要一盒粉蒸肉，要这个能上了。王姐的生意只做半天，人特别多，但忙起来，女儿也会被唤来帮忙。你拿了小叔叔，你要多少钱呢？就是营业风格有些恬静收敛。我老妈就比较开朗，然后和我的性格完全是2个性格。我其实还不太想在这个市场里面做这个粉蒸肉，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困着，就感觉说我25、6岁的年纪应该出去旅游一下，见一下世面啊，不像一个井底之蛙就困在一个世界就出不去的那种。7块5一两，今天是30块呢。王姐想要将父亲的手艺传承不息，小摊儿只是梦想的第一步，
无奈向往着外面世界的女儿，似乎不愿马上就接棒走上第2步。现在的年龄跟我们代沟太大了，想法完全不一样，我都想不通，他也更想不通我的那个做法。有人在这吗，美女？小小的档口却代表着2代人不一样的世界，一时间难以统一。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。对对对。但小店的生意还要坚持下去，毕竟在王姐眼里，这一简单的手艺是自己从父辈那儿继承下来的。对对对，洗一下我的头发。不管多苦多累，只要我的老顾客每天都看到我的笑容，他也很高兴的，所以我也愿意坚守在这里。市井长巷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市集将街巷间的生活压缩层叠，变成了一座关于城市生活的博物馆。这里有对创业的热情，对味道的笃定，有初见的笑脸，雨后的关心，各式情感通过赶街的餐食彼此传递，汇聚成这柴米油盐慢炖出的温暖。某位商界大咖曾说，没人能拒绝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夜宵路边摊便遵从着这个简单且真诚的逻辑。做法简单，价格亲民，那就好他这一口。但入口满是摊主的巧思与关心。你要吃哪样？摊后的厨师或限于成本，或迫于生活，放弃了铺面，连厨房都化作精简版。他们像是城市里的游牧民族，生计的一切都在车轮之上，生活的一切全靠双脚丈量。桌椅搭起，凳子摆起，搭建了大家午夜之后歇脚的站点。看出来，一个月胖了将近20斤。因为我们是因为美食变成了大家相知、相交，甚至变成特别好的朋友。一天晚上给我吃，一个就不吃饭，我是睡不着。飘香十里的味道，化作街巷中的一声哨响，开启了都市的下半场。城市里，霓虹闪烁，映得小巷中的路边摊略显暗淡。不过，在宁波后槽巷，却有一家抢了无数大店风头的夜宵摊点，堪称深夜罪恶干饭活动中心。晚上8点，四处寂静，眼神对准，暗号对齐，宁波后槽巷炒面组织完成了接头任务。炒面界的王者魏四海就此现身。这老样子，2份3个蛋。还早。不早嘞，41了。10年年底开始搞这个，看心情了。心情好了就出来做2天，心情不好了就休息。一个米线，2个荷包蛋是吧？那2份不要葱不要韭菜不要洋葱。在，你往巷子里面走，有个亮灯的地儿。浙江省炒面界的扛把子，一个啊。一等就是等半个小时，我看到就是人家好像开车1小时过了，然后又等了2个小时。有人从北仑那边叫跑腿到这边来点这个外卖，我当时听到我都震惊了。2个面微辣不辣？微辣，还是面是吧？对。炒面的灵魂在于一个排列组合，配料根据顾客的财力与需求分出高、中、低档。如果选择困难，
干脆全都来点，整个顶配。这炒面一个炒年糕都是顶配微辣，2个红包套餐，最好的那个。没人点其他款式，来了就点顶配，因为什么都有。华夏各地都有炒面的香气，工序简单，但上手困难。好吃与否，全看厨师手下那团烈火。火焰和炒勺要根据面条的状态调整变换，这样预煮好的碱面才不会粘连，反倒根根焦香，不见糊味。这也是炒面的灵魂，锅气的来源。干爽弹滑只是入口的标准，配菜的香气和汁水才是决定咀嚼后能否褪去油腻、口口回甘的关键。那个锅气很足，就很好吃，滑嫩，太香了。有的东西就说不出哪里好，它就是有点代替不了。25块解锁炒面自由，更解锁了一段空腹入睡时逃不脱的口水回忆。就是绝子，最好吃就是把蛋黄和面拌在一起吃。蛋黄流下去，对不对？那第一口。而炒面王者那皇冠上的宝石，则是传说中的流心蛋。蛋要留心，油温便要拉满，在万力作用下滑动旋转。从下锅到出锅，只要刷个视频的功夫。最后，酱油滴上表面，在高温的作用下分散成一个个小液滴，继而气化出咸香味的香气。荷包蛋做出来的话，它没有味道的，放点酱油呢，提一下味道。筷子划开蛋白，整颗蛋黄顺势滑落，轻轻一点，蛋黄爆出，简单翻拌，让蛋黄裹在面条表面，并在面条的余温作用下变得更为绵密。就是那个蛋黄流出来，那个铺在那个面上，然后拌在一起，然后吃进去那个顺滑的那个感觉，老爽。微微加热过的鸡蛋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就是硫磺蛋在口中炸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一口下去，咸香的面条上附着了蛋黄中原生谷氨酸的鲜爽，如此吃法才叫专业。3份，老板。2号留给你，你拿了破牌，我就会喊号的。2号。老板，我要2个蛋。除了炒面，炒饭、炒粉对食客也是不可或缺。从开摊到现在，魏四海也未有机会休息，食客无尽，烈火不息。马上还有点酱油，小心点啊！好的，也很累的，中间要休息一下，比如洗个锅啊，热个油。这不是上班养不活自己吗？后来就选择了做这个。刚开始是上班又搞这个，连着干嘛，努力赚钱。父母年纪大了，如果说用到钱了，我不用去跟任何人张口。其实网红不网红嘛，都是大家认为的，我就习惯的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行了。3分钟一份，从晚上9点一直炒到凌晨4点，连巷口的树叶都沾上了香气。魏四海就这样翻翻炒炒，一人 hold 住了这10年的后槽巷，主持起了宁波夜生活的下半场。跟我朋友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有空就会过来。反正就现在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。吃一碗面，看着老板炒，就感觉舒缓了一点。生活的压力让人们变成了他们本不想成为的模样。无论白天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，吃下去的那一刻，都会随着上扬的嘴角变回自己。高温与碳水提供了精神上的饱腹感，也扫去了疲惫与疏离。
与拼桌的有缘人碰上一杯，聊上2句。宁波的后半夜，简单而美好。吃了长肉了怎么办？这花钱，吃饱你咋减肥啊？魏四海的推车上，载着宁波的夜宵故事，但在夜宵的多元宇宙里，还有着更多关于下半场的故事分支。城市中的公共空间，仿佛森林中的空地，劳动人民总能在此展现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梯坎楼宇相连的万州，梯坎在白天是市民奔波的通路，随着夜幕降临，又化作打卡聚会的场地。我是重庆的，重庆万州的，好安逸，好巴适。待到时针走过9点，夜色渐浓，短暂的宁静过后，即将上演新的篇章。一群人突然蜂拥而至，宛如战地工兵，转瞬间建立起一片对抗饥饿的阵地。第一场他吃晚饭，第2场唱歌呀，什么洗脚啊，是吧？第3场的是吃宵夜。他们便是保卫万州人深夜食欲的夜宵者军团。广场上的小吃五花八门，烧烤、炒饭、面条、小串，只要流着口水梦见过的，多半会有缘遇见。要说这里最具组织和规模的摊位，便是大阶梯下最为显眼的招牌——时代烧烤。2个大白菜，2个五花肉，2个人。从待客点单到备餐上菜，一气呵成。菜品丰富，河鲜、海鲜多到卷哭同行，烹饪方法更是五花八门。油炸、铁板、炭烤、电烤，除了没有高级饭店的装修，全是高级饭店的标准。肉质特别鲜嫩，很符合重庆人的胃口。外面表皮烤的是十分的酥脆，然后里面肉质十分的鲜美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就叫专业的背后，是老板经营饭店时留下的经验。拿一个像个大豆子就行了。房租越来越高，让本来味道决胜负的生意，变成了效率和成本的比拼。现在店铺租的话压力挺大，不好开。家里小孩也在读书嘛，是吧？也不适合出外地去做事。我跟他接触啊，有11年了，他人好啊。难以为继的窘境下，老板决定回归初心，带着诸多伙计，开始了城市里的游牧旅行。地段全看缘分，生意全看手艺。但饭店里的习惯和标准，早已是身边无店，心中有店。路边摊整理都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当然都是特别舒适。街边小摊是我们的最爱，万州的街边文化绝对是这个。都市生活日渐拥挤，多亏城区的空地，给了大家喘息的空间。无论是奔走打拼的食客，还是奏响城市牧歌的摊主，都在此地找到了平静。江边晚风吹过，流浪歌手的拨片划过，一曲动听，一杯微醺，这大概也是不少人羡慕的生活。如果说时代烧烤点燃了路边摊的产业升级，
后槽巷的炒面坚持着路边摊的原始独立。那云南昆明的夜市，则是在街巷间发起了一场夜宵团战。Cheers， 干杯！顺着昆明人民西路缓缓漫步，会看到两侧建筑由高耸的楼宇逐渐变成低矮的民居，而在写字楼与居民区的交界地，常常有一处名为棕树营夜市的神秘陷阱，让行人沉溺其中，难以逃离。路口作为集结地，各路好汉推车相聚。开始了。刚站稳自家地盘，就有饥肠辘辘的猎物来到摊位附近。棕树营夜市主打一个插翅难飞加围追堵截型的商业模式。迎面便是杨姐的云南特色小锅米线，粉香浓郁，香飘10里，一开火便拦住了夜跑的路人。如果胃口太小吃不下也没关系，隔壁的昭通小串小巧弹牙，串串鲜辣不占肚。要是不爱吃牛肉更没关系，对面的烤豆腐堪称云南 old school， 绝对能帮你打开新的美食道路。吃腻了云南口味，还有阿姨的炒饭。我们这正宗的麻辣味、酸味，要辣就是辣，要麻就是麻。主打重庆风味，山城享受，香辣过瘾。若是炒饭太单调，三哥烧烤更有酥脆烤五花和烤鹌鹑，刚好拼出一份烤肉盖饭。好吃啊，板扎得很了，香。一番操作下来，估计走过路过的食客都很难逃过这一波又一波的美味诱惑。杨姐的小锅米线算是夜市的第一道防线。每晚11点开摊时，总是率先开火，让过往的行人被碳水香气无差别击中。从小吃到大了，棕树营的土特产很棒的。走到这一片的时候，想吃的时候，肯定会吃他们家的。他开始搬我们就吃吧，跑到哪里去我们都要跑回来吃。姐，煮一碗就行了吧？好。我给我大锅。好。经典木质长把红铜锅，一克一锅，现点现做，私人定制。就是大家有这个铜锅米线，这便是昆明人的米线圣经。铜锅米线才是王道，腌菜、青菜、猪肉末作为主料，各式调料和辣油在大骨汤的冲击下混合，最后一勺肉酱盖了帽。要是足够勇敢，还有暗黑特别版。臭豆腐顺着汤汁缓缓滑过，逐渐与米线融为一体，重口味，变得浓稠的底汤让米粉上包裹了更多风味。一口下去，吃粉的长舒热气，旁观的光速躲避。它这小锅米线味道确实数一数二。我最喜欢吃的小锅米线，以前最喜欢吃那家查尔斯。米线虽好，但汤汤水水吃下来多少有些麻烦，不如来一碗鲁尔丝。一勺底油，配上米线老三样打底，再放入预泡好的饵丝，一勺肉酱与高汤浇上，待到青菜变熟，饵丝变软，便进入了杨姐看家本领的验收现场。大火颠勺，锅内的烹饪方式由炖煮变为炙烤，
饵丝均匀受热，调料充分包裹。一定要把料全部投进去，一直投入。最好吃的就是螺丝，筋道，也不是特别辣，但是很香，它带着一点甜味儿。我也形容不过来，就好吃。多年下来，杨姐守在摊前，丈夫撑在背后。这个大包，这个是要打包的。白天是奔波打工人，几点钟能吃了吧？晚上变身夜市经理人，而他最大的贡献当属那灵魂肉酱。肉酱之于云南米粉，类似葱姜蒜之于中餐。将优质五花肉捣碎，猛火热油，再用大料简单雕琢香味后，便是不停的翻炒。肉末与热油充分接触，慢慢变色煎熟，油脂也在高温下慢慢析出。除了鲜肉，秘制的核心还有堪称云南酱王的昭通肉酱。结合了云贵川3省风味，油润咸香，醇厚回甘。肉酱浓香，肉末鲜香，在热油的翻涌中逐渐融为一体。可以啊！有了秘制肉酱作为基底，杨姐的手艺显得越发出众。肉酱的醇香在高温下不断被激发，鲜咸的汁水在米粉间疯狂扩散，锅里的味道也仿佛摊前的生意愈发热烈美好。每天晚上都可以吃，可以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下班回来，有些时候感觉吃不到娘娘的米线，还是会有一点难过的。小摊的生意是最纯粹的，哪有功夫营销买量？好吃就会人多。如今火爆的生意，便是杨姐多年坚守所获得的军功章。哎，我太累了，我从这趟到现在我都没坐下来。今天啊，哎，缺分吗？才出来摆摊那会儿了嘛，可能有3个月的时间才出来那会儿了嘛，看到谁都低着头，哎，反正一天也卖不了多少东西。后来嘛，就像我老公说的，好像想想嘛，也没有什么嘛，反正也不偷也不抢，就是正常养活一个家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现在就慢慢的就适应了。夏姐姐。这是我们的老大姐了，我还没当妈的时候就跟她了，她罩着我的。我们认识20多年了，老朋友了。反正有5、6年、6、7年了，反正也算是老人了，这个觉得。后来一吹一聊嘛，哎呀，怎么还是老乡？哎，我一天就瞎蹦的一条街，哎呀。这个姐姐是这条街上最可爱的。啊，这都还行了。他们有时候带个女朋友，哎呀，来给我看看，来给我看这女朋友怎么样，行不？他有2次过来，他就让我去了，到处给他找大蒜。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如今，棕树营夜市风云变幻，各处豪杰来来往往，杨姐的小锅米线也在光阴的洗刷下，成为了街上的元老。小马才来这摆摊的时候还很小的，现在已经当爸爸了，那是大马了，不是小马了，儿子才是小马了，是吧？不同于杨姐夫妇的伉俪情深，隔壁的小马一家更加青春火热。繁忙生意的同时，大家今晚
还带着俩整条街最年轻的崽。两人相识相恋，婚后的生活路线却被孩子的出生意外改变。原来的时候就在一家烧烤店里面上班嘛，然后就这样互相认识的。因为看上他的时候，感觉他这个人比较踏实，还有一个就是老实。弄30串这种的，30个这，20个加带走。好嘞。小马一家的主打秀，便是云南烧烤的扛把子——昭通小串。30，今天是20个这个，20个下完，看看你个来。小串如今已然风靡全国，一口一串，简单方便。而昭通作为小串的发源地之一，其中的牛肉小串绝对算是真经典。选用鲜嫩小黄牛肉，切成小指长的薄片，串签后放入特制料水腌制足时，抹上清油，摆上炭火，把它扔得开。要是把它全部摞在一起，中间就烤不出。待到表面料水收干，再放入料水中，让焦脆干燥的表面重新吸满汁水。如此反复2次，浓缩着丰富料香的肉串大功告成。撒上芝麻、辣椒，便是云南深夜最棒的下酒夜宵。看我们这个体型也是不能吃的，但是就好这口。1个星期来个2、3次吧。你看这样做着，烟火气息也重一点，胃口都好一些。炭火与料香，引来行人驻足观光。入口的满足，又给劳累的身体注入了力量。摊主们用精湛的手艺抚慰着食客的精神与味蕾。晚下班的人过来，在楼底下先喝口酒啊，先把全身的疲惫先卸下来。迎接家人只能用笑容。不管你怎么苦，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！好，干一口，干一口。哎，好，哎。直到夜阑更深，客影渐渐散尽，摊主们便拿出各自的招牌，坐在一起。是，喝酒了。小马哥哥，快点过来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就有什么好的菜就送过来吃。吃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一起那个聊聊沟通。喜欢吃它这个呀？好吃。分享着今日的奇闻，品尝起彼此的喜悦。这是我今天收的父亲节礼物。哎，我女儿给我买的新手机，还不错嘞。白天嘛，人家是手艺人呢，晚上就出来摆摆摊，还不是供出2个大学生来了。他2个小儿子很可爱的。我更喜欢这样的气氛，就是一个烟火气，一个人情味，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在烟火萦绕的街头巷口，这些陌生人从江湖相会的同事，变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。街头的味道将彼此串联，一起组成了让都市人喘息歇脚的港湾。那夜总是静静结果，有女人帮我啰嗦。那夜总是静静。深夜的万州广场，酒过3巡，歌到高潮。曲终人不散，继续着谈天说地，依旧是推杯换盏。没有钢筋水泥的包裹，彼此的心灵也渐渐没了阻隔。相聚如此，实乃人生乐事。天光渐亮，
魏四海仔细打扫着昨夜的战场，这是与后曹相自始至终的约定。一个人的舞台由自己掌控。心想以后时间长了，能自己开个小一点的店面吗？伴着露水晨光，魏四海的一天就此结束，大众的一天随之开始。在这狭小的街巷内，一同完成了一场名为生活的接棒。无论是一夫当关万夫开胃的夜宵大佬，还是彼此助力共赢幸福的城区乌托邦，每一位夜宵守望者都坚守着下半场的比赛规则，与城市相依，与城市助力。年龄也大了，工作也没有，孩子还在小，老人也老了。我最起码得把小女儿送上大学去啊！要对得起自己噻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嘛。我每天一天每天忧愁噻，穷快乐。城市也在飞速演化发展中，留下一片属于生活的区域，送给摊主们一份靠双手拼搏的未来。就这样，摊前的夜宵改变了摊后的生活，更填补了夜食者灵魂的空虚。食者与逝者彼此相望相守，谱写着日落后的市井江湖。